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，蝉鸣在天边吹过。他现在要回国了。在新加坡这边是每天中午的时候都需要洗澡。那会分男女有别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妮可，不是记得慢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。今天的妮可 Coffee Chat， 我邀请了一位很漂亮的美女 Berry， 让她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erry， 这是我来新加坡的第2年，就我是18年12月份来新加坡的，然后一直是从事幼师行业，现在已经是，就是我已经第2年的合同到期，然后是第3年的续约，就是已经将近2年5个月，对，是这样。Berry 是一个美丽的幼儿教师，那今天我们的 Coffee Chat 就是有关幼儿教师的那些事。好棒呀 Berry， 那我们想知道一下你大概是为什么选择来新加坡做幼儿教师呢？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旅游的，在新加坡去往各个国家都是非常的便利，所以当初来新加坡真的是为了旅游，但是现在是 COVID-19 是不是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小失望？有，非常有。2年多哈，你之前是没有出过国吧？对，我之前都没有出过国。哎，那第一次来新加坡的话，你会觉得生活上有什么不适应吗？对于生活来说的话，就是最不适应的就是不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。然后但是我自己也有下厨，我在新加坡就是会自己一个人特别的充实，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，就是除了想家之外，就是其他的话都没有什么不适应的。我上一次也采访过一个湘妹子，也是超级会做菜，然后我想问你，你也是很会做那种麻辣的东西吗？我在广东住的比较久，我比较擅长煲汤。哦，很贤惠的那种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就是忘了 mention， 其实 Berry 是湖南人，就跟我们上次采访那个女孩子也是一样，都是湘妹子，爱吃辣。那你在来新加坡之前，在国内也是做幼教吗？对，是的。那国内做幼教和新加坡做幼教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我知道小孩子肯定有区别啦，因为这边肯定很多国籍的小孩子。对，就是在新加坡的话，就是唯一最大的区别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寒暑假。然后在国内的话是有寒暑假，就是假期会比较长。哎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连短暂的假期都没有吗？这边的幼儿园3个星期这样子。在新加坡的幼儿园是分学校的，我们学校是1年到头都是没有假期的，它就只有公共假日。哦，所以放不放假完全是看学校怎么搞，是吗？对。哦，就是寒暑假的区别。还有就是在中国的话，我们是没有给孩子洗澡的，在新加坡这边是每天中午的时候都需要洗澡。多大的孩子给他洗澡啊？就是从小到大都是，就是你不管是小班还是大班都是需要洗澡。那会分男女有别吗？会呀，就是男生一边，女生一边。但是女老师也是要跟男生洗啦。那有没有男老师跟女孩子洗？我们学校是没有男老师的。就是在中国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在中国最让我不开心的就是加班。我们会经常有时候会加班到晚上8、9点也都是常态。但是在新加坡的话，这边是就是不用加班，这个是特别幸福的一个点。那在国内加班做什么？那如果新加坡的话，正常下班又是什么时候？我在新加坡正常下班是6点半，然后6点半一到就可以回家了。但是在中国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下班时间是5点半，但是每个星期一般都是要开一个会，开会一般都是开到8点钟。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环境布置啊，还有一些就是很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，所以要做的事情也会很多。
然后而且我们是在周六周日啊，我们都有时候会政府会有一些学习，让我们去别的学校学习。就是我现在在新加坡的学校是几乎是没有学习的。然后就是我的周末会比较空闲，然后每天下了班也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刚才也提到了你想做的事情，那我就很好奇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周末一般都在干嘛呢？我周末的话一般都是会去拍照，然后顺便赚一点钱，就是可以当做零花钱嘛。哦，你不是当模特，你是当摄影师。对。哎，那你为什么是喜欢摄影吗？对，我是特别喜欢摄影。在国内的时候，就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说我拍的照好看。然后在新加坡，让我刚开始就是知道摄影可以赚钱，然后我就发现我拍的照好像有挺多人喜欢的。慢慢的就有很多小姐姐也有拍照，所以我的周末一般都会去当摄影师。我可以放几张你的照片在这儿吗？不是就你拍的那些，给大家看一下他拍的美女。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忙，因为一边要当幼儿教师，一边要去搞摄影。因为摄影的话，你还要兼顾很多东西，你一个人搞不了 marketing， 你又是摄影师要搞 marketing， 要去找客户，会不会很累啊？前期的时候会比较累，因为就是当我把我的作品放到微博和小红书上面，就会有人来问嘛。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浪费我的时间，因为他问了我又没有找我拍照。但是到后期的时候，一般就是成交率会比较高，就是一般问的小姐姐都直接就会马上付定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聊拍照的细节。然后我一般的话就是我下班的时候会处理我这些事情，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去拍照。拍完照之后，我就会把小姐姐要后期的照片，然后我就开始后期。所以我一般的话就是我拍完照很快就会把那个照片发给我的客户，就不会拖太久了。其实就是靠作品说话，就小姐姐看到你拍的，确实好看，就稍微问一下就愿意，就觉得 OK 可以的。而且你其实我看你那些 package 其实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，对。但是呢，刚才 Barry 告诉我，他现在要回国了。为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吗？为什么想回国？哇哦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家，因为从疫情开始我没有回过家，本来是去年4月份的机票嘛，然后那个时候都是阻断期，大家都在家里，然后我本来是以为今年6月份疫情会好转，然后不是说有传说中的航空泡泡吗？对。然后一直都是没有实行，然后加上这段时间疫情又好像开始严重了，感觉就是回家路漫漫。如果不辞职的话，应该是基本上会很难回国吧。所以我就决定回国，就是除了回国见我的家人之外，然后我也想就是让我自己的摄影技术有一个高的提升。在国内的话，摄影技术是真的特别的优秀，然后也有很多出名的摄影师，环境啊什么的会比新加坡就是有更好的拍摄地吧，就特别是拍古风。然后我有看到，对，我有看到就是新加坡很多最近是有很多，对。在新加坡那么热的天，然后你让我去外面拍古风，我会很心疼我的小姐姐，真的很热。那这样说的话，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新加坡呢？比如说你摄影技术真的是提升了一个层次后，要不要回来再给我们拍？可以的，这个也是就是自己的梦想吧。如果能够就是我自己的爱好能够让我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提升，我当然是会愿意的。而且在新加坡真的我很喜欢新加坡。那我们就持续关注 Barry， 希望他早日回归新加坡。喜欢 Barry 的同学记得关注他的小红书账号，实时follow他的最新状态哦。谢谢
谢 Barry。那今天的尼克斯 Coffee Chat 就到这里啦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，你可不是记得吗？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